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演技修罗场，白鹿演戏就是粉碎自己，看哭戏拆解绝望 N 种形态。娱乐圈谈演技的不少，但敢说演戏就是把自己拆了的狠人，白鹿绝对算一个。这位以甜美偶像剧起家的九十花，近年用一部部硬核作品颠覆认知。最近，他抛出的演戏是自我拆解的方式这一核心表演哲学，彻底引爆业内讨论。这可不是简单的体验派，而是近乎刀锋向内、刮骨疗毒式的角色重塑。他到底如何拆碎自己，又如何用碎片筑起一个个鲜活的角色？今天深扒白鹿的拆解艺术，看完绝对颠覆你对演技的认知。白鹿口中的拆解绝非虚词，而是其表演体系的核心方法论，包含2层硬核逻辑。拆骨剔肉建素材库，他将表演视为彻底剥离个人特质、习惯、小动作，甚至情感模式的过程，把自己当成原材料库。演一个角色前，先拆解自身，把可用的情感记忆、行为碎片甚至性格弱点分门别类准备好。想想北上里那个剪短发、戴牙套、皮肤涂黑，在泥地里摸爬滚打的草根女工夏凤华，哪还有半点白鹿是甜美的影子？白鹿亲手拆掉了标志性的明媚笑容、轻快语气，只为重建一个粗粝真实的灵魂。拆解世界认知密码，白鹿更深层的逻辑在于，每个角色都是认知世界的新钥匙。他将饰演不同人物视为解构复杂人性、触摸世界真相的独特路径。在《临江仙》里分饰天真李清月与冷傲花如月，他用声线切换少女清亮御姐低沉，眼神温差澄澈阴鸷，精准拆解双面人格的灰度空间。到了莫离的复杂权谋场，他又化身情感博弈分析师，拆解权力与真心的角力逻辑。理论再牛，也的角色说话。白鹿的拆解论在作品中是如何刀刀见血的？颠覆性形象爆破北上夏凤华，这是教科书级的自我毁灭式出演。短发、钢牙、黝黑皮肤、纯熟方言，你的匍匐求生，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过往都市甜妹形象的精准爆破。编剧赵东玲震撼评价，他是在破坏自身符号来换取角色真实。老戏骨王学银更直言，他赋予了角色一种野蛮生长的原始生命力。39字珠玑，没有这份拆骨的狠绝，何来这般扎根泥土的震撼？临江仙双面人格，一人分饰2角，考验的是极致的拆解力与重组力。白鹿不仅靠妆造，更用细微到毫厘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温差划清人格界限，观众直接封神。剧抛式演技，换个人格像换了个人，情感层次精密切割，长月烬明3种身份，神女、魔女、凡人3种身份切换。白鹿靠肢体拆解法轻松拿捏，神女的垂眸脸秀是刻入骨髓的疏离与神性，魔女的昂首睥睨是喷薄欲出的侵略与邪性。细微差异，天壤之别。白月泛星成长弧光，从懵懂小仙到觉醒强者，白鹿以凡人修仙为锚点，拆解成长痛。最绝的是哭戏，从初遇挫折的嚎啕宣泄，到心死如灰的无声落泪，层层递进。如此狠辣的表演方式，业内怎么看？观众买账吗？导演和业界竖起大拇指的狠角色。古偶教母林玉芬一针见血，她无惧拆碎偶像枷锁，这份勇气是表演生命力的源泉。莫离剧组锁定她的理由更硬核，看重她重组角色的缝合能力，拆得碎更要缝得牢，能把自我碎片天衣无缝地缝进角色躯壳，这才是真本事。观众接地气的人间烟火最动人，最打动普通观众的，恰恰是白鹿拆掉光环后的真实感。
警察荣誉里那个莽撞又脆弱的小民警，犯错时的手足无措，受挫时强忍的泪花，被赞拆掉明星包袱后，那份人间气才显珍贵。这证明他的拆解不是高高在上的炫技，而是真正沉入生活的血肉之中。白鹿的演戏及拆解，撕开了表演艺术残酷而浪漫的真相。他要求演员如匠人般冷静地剖析自我为原材料，又如战士般无畏地打碎固有躯壳，最终如造物主般用血肉与灵魂的碎片，一砖一瓦重构出全新的生命体。从甜美偶像到毁容式出演，从单一角色到人格精分，白鹿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他的拆解哲学，也在刀锋向内中不断拓展着表演的疆域。这份近乎自虐的投入，成就了荧幕上一个个掷地有声的角色，也让人们看到真正的好演员敢于将自己置于演技的修罗场，在破碎与重组中淬炼出角色的不朽灵魂。这把拆骨刀的未来锋芒，我们拭目以待。白鹿在流量时代淬炼演员本色，当镜头对准白鹿时，观众总能捕捉到一种独特的生命力，那双含笑的眼睛里闪烁着对表演的赤诚，微扬的嘴角透露着不服输的倔强。在这个被数据与流量裹挟的演艺圈，白鹿以他特有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漂亮的突围，不靠绯闻炒作，不凭人设营销，而是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证明，真正的演员永远以作品立身。白鹿的演艺之路始于网络剧《凤求凰》中的斡旋一角，彼时的他尚显青涩，却已展现出惊人的角色驾驭能力。一人分饰两角的大胆尝试，让业界看到了这位新人的潜力与勇气。而真正让他走入大众视野的，是《周生如故》中那个为爱痴狂的崔时宜。白鹿用细腻的表演将角色的隐忍与爆发刻画得入木三分，一场哭戏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。这种对角色的全情投入，成为他表演风格的鲜明注脚。在专业领域，白鹿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成熟与清醒。当同龄艺人争相参加综艺维持曝光时，他选择扎根剧组；当流量明星依赖配音时，他坚持原声出演。拍摄长月烬明期间，为更好诠释黎苏苏的复杂心理，他写下数万字人物小传。出演《警察荣誉》中的夏节前，他深入派出所体验生活。这种不走捷径的职业态度，让他的每个角色都带着生活的质感与厚度。白鹿的独特之处更在于他与观众的真诚互动。社交媒体上，他不营造高高在上的明星形象，而是分享拍戏趣事、读书心得，甚至大方展示自己学习配音的笨拙过程。这种毫无包袱的亲和力，打破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无形屏障。在某次采访中，他坦言，演员只是一份职业，我和观众是平等的。这份平常心，在浮躁的娱乐圈显得尤为难得。在偶像文化盛行的当下，白鹿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另类范本。他证明，即使在这个数据为王的时代，扎实的演技与真诚的态度依然能够赢得观众认可。当越来越多的年轻演员沉迷于制造话题时，白鹿选择回归表演本质，用角色说话，让作品发声。这种选择或许不够聪明，却足够珍贵。正如他在某次获奖感言中所说，流量会过去，角色会留下。这简单的一句话，道出了演员这个职业最本真的价值。